大家好，我是小馬。這個視頻我來分享一下，截止目前在王國之淚裡獲得史上最高攻擊力武器的教學，它可以輕鬆做到1萬多點傷害，絕對的史上最高、最誇張、最牛逼。就像視頻開頭那樣，它可以秒殺一切的怪物、一切的 BOSS， 絕對的必殺劍。看了這個視頻，你就可以把其他任意的武器教學放在一邊了，因為這個就是絕對的終極版，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。考慮到新手玩家，這裡將從頭介紹整個制作流程，因此視頻可能有點長，老玩家可以選擇性跳過。但是整體來說，這個 bug 是很簡單的。首先，我們需要獲得一把全新的近卫双手剑武器。我们来到城堡，跟着视頻的路線往這邊走。這裡有一個腐朽的近卫双手剑武器，我們撿起来，然後快速的把耐久给它消耗掉。然后我们需要来到地理的這個位置啊，我們可以傳送到旁邊。我們先手動保存一下存檔，因為這裡我們可能需要反復讀檔來刷，不過很快就是了。我們往這邊走，找到黑影。那如果是你看到的不是黑色近卫双手剑武器，那我们就直接读檔，然後重新過來。OK， 那這一次就是了。拿到之後呢，我們直接傳送到火上的這個位置，來找章魚洗詞條。一樣是先手動保存存檔，然後呢，我們把武器丟給章魚，讓它吞進去並吐出來，詞條呢會被刷新。如果你的不是金色攻擊加持詞條，那我們就讀檔反復重新刷，這個地方可能需要花費一些時間。注意，如果你的近衛雙手武器洗出來一直是白色或藍色詞條，那說明需要刷2次。我們可以任意刷1次之後，直接來到旁邊找另外一個章魚，然後再保存讀檔反復來刷。獲得金色加持攻擊詞條之後呢，我們直接傳送到地圖左下角的西瓦卡瑪神廟。接下來我們正式開始，我們需要做以下幾件事：一、準備至少15個莫爾德拉基克的顎骨。如果是你的這個材料不足，記得提前複製一些，往期的複製材料視頻都是可用的。2、我們需要把剛剛準備好的近衛雙手劍消耗到最後1點耐久，但由於本 bug 的特性，我們需要先餘掉一個莫爾德拉基克的顎骨，然後再消耗到1點耐久，最後再刪除餘料。這裡玩家無需特別去計算它，只需要注意當提示即將損壞時，我們再消耗2次即可。好了，現在我們直接刪除餘料。3、複製至少14把1耐久的近衛雙手劍武器，因此背包裡需要有足夠的格子。這裡呢，我們可以先手動保存一下。接下來呢，我們需要米涅魯糾纏一下剛剛準備好的武器。關於米涅魯糾纏，這個頻道已經說了很多遍了，需要了解詳細的玩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這個視頻。但是由於本流程需要多次用到米涅魯糾纏，這裡簡單帶過一下。我們騎上米涅魯，丟棄我們裝備中的武器，也就是我們要複製的1耐久的近衛雙手劍武器，然後按 X 調出餘料引線，接着先後按 Y 和加 ，Y 和加幾乎同時按，但有 0.05 秒的間隔。此處玩家無需特別精確把握時間，只需要知道 Y 和加幾乎同時按即可。此時呢，我們會進入背包，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判斷一下畫面，我們可以切換頁籤以方便觀察。這裡有3種情況，此時如果是你還能夠看得到餘料引線，我們需要查看跳過2個回憶，然後退出。成功之後，武器會被拉過來掉在地上。如果是你的武器在原地沒動，那說明 Y 和加沒有產生時間間隔，重新按就好了。
接下來是第二種情況，此时如果是你能够看到武器还在地上，即使武器上有残留的绿色特效也一样，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查看跳过一个会议，然後退出，成功之後武器會被拉過來掉在地上。然後第三種情況，此時如果是你能夠看到地上有綠色光點，注意中間是亮點才可以，那麼恭喜你直接退出，武器會被拉過來掉在地上。總之，當武器被拉過來掉在地上之後，你捏tổ糾纏就成功了。如果你的武器被餘料上去了，那就是你的 Y 和加時間間隔太久了，需要重新嘗試，並按照上述3種情況進行判斷操作。有玩家可能會說，小馬這個名字糾纏太難了 ，Y 和加根本按不出來啊。那這裡可以試試我最近在用的這款新手柄易速馬 S10靈動版，它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按鍵反饋非常乾脆，而且響應很快。像這種需要幾乎同時按鍵、卡時間差的操作，用這種機械微動按鍵會更容易按出那種節奏。再加上它本身支持連發和編程，甚至有些重複操作可以直接交給手柄來自動完成。還有就是對於像我們這種需要經常刷素材掛機的玩家來說，用起來真的是會輕鬆很多啊。除此之外，該手柄還原生支持 Switch R 喚醒，更快速、更穩定，非常好用。這款手柄現在正處於首發期間，玩家只需要在主頁櫥窗或者下方鏈接下單即可享受特別價139塊。那如果是你看到的價格不是139元，也可以在下單前私信客服報我 ID 索取優惠啊，注意是找人工客服。好了，那我們繼續啊。米涅tổ糾纏成功之後呢，我們撿起武器直接飛下來，下面呢有一個莫爾德拉吉克。我們放置一個操縱桿操縱一下，然後呢按十字鍵左鍵丟棄米涅tổ糾纏的武器。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林克和武器在一起啊。然後呢我們再次操縱操縱桿，等待莫爾德拉吉克過來攻擊。如果是莫爾德拉吉克一直沒有過來，我們可以鬆手吹口哨吸引他。當引起他注意的時候，再操縱操縱桿，使得米涅tổ和武器隱藏，等待莫爾德拉吉克的攻擊。莫爾德拉吉克過來攻擊之後，會把林克頂上天，落地之後檢查武器是否還在。那如果是還在，那大概率就已經成功了啊。如果是不在，請讀檔重來。我們撿起武器，先回到上面安全的地方。然後呢，我們把武器丟在地上，驗證一下是否可以被倒轉乾坤或者狙擊手選中。如果是不能選中，那就是成功的，那這個是大概率事件。如果是你的能選中，那說明失敗了。此時我們只需要撿起武器，重新找一遍莫爾德拉吉克，再操作一遍即可。現在我們直接裝備一個其他任意的武器，然後瘋狂撿取就可以複製了，直到複製滿背包。這裡建議至少準備14把，以備等一下使用。如果是你的不夠14把，或者中間有損耗掉也不要緊，等一下還有補救方案。接下來呢，我們直接傳送到火神殿，開始卡虛化裝備和無限耐久。傳送過來之後呢，我們先換一個防火衣服啊，然後轉身往這邊走。這個小怪打掉。大概這個位置，那可以看到物品到這邊之後會慢慢消失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是利用這個特性來卡 bug 的。然後呢，我們把這個放水栓拿掉，以避免產生干擾。然後呢，我們再放置一個操縱桿在角度的位置啊，角度和位置請參考視頻裡的位置。然後我們手動保存一下存檔啊。接下來呢，我們需要逐個將這些武器卡為虛化裝備。我們先裝備好近衛雙手劍，然後米涅tổ糾纏一下。我們撿起武器，餘料一個莫爾德拉吉克的顎骨。然後我們先操縱一下操縱桿，使得米涅tổ和武器消失。然後我們鬆手啊，此時確認一下你的米涅tổ是否出現。正常來說是沒有出現的，如果是有出現，只需要把它騎到原定的位置，然後再回來重新嘗試即可。接下來我們回來操縱操縱桿，然後取消，並確保米涅tổ沒有顯示啊。此時如果是你的武器有顯示出來，且米涅tổ沒有顯示，那就是沒有問題的。如果是你的武器也沒有顯示出來，只需要在操縱桿上稍微挪動一下，即可顯示出武器。此時依然要確保米涅tổ沒有顯示啊，也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效果就是米涅tổ隱藏，但武器是顯示的狀態。在該狀態下，我們不斷的起跳就可以看到武器的顯示和隱藏了。然後呢，我們按十字鍵右鍵丟棄當前武器，然後連續起跳，注意是連續起跳，直到武器完全沉入岩漿，且繼續起跳可以看到不斷閃爍的武器黑影，那就說明我們卡成功了。因為原本在這個地方武器會直接消失，但是卡在底部了，那就是成功的啊。那接下來我們直接出來騎上米涅tổ，餘料一個任意的物品到他背上，注意這裡餘料任意的物品都可以啊。
然後我们爬牆進去岩漿裡找武器啊，這裡可以慢慢挪動，即使掉下去也不要緊，慢慢進去拿就可以了。同時這裡注意，如果是你在這個地方死活找不到你的武器，那就是武器被吞噬掉了，這意味着你剛剛起跳的節奏過慢，或者是未連續起跳。那這種情況只能換一把武器重來了。那這個地方熟練之後是非常簡單的，因此正在看視頻的玩家請放心嘗試啊。OK， 拿到武器之後呢，我們可以丟在地上驗證一下，如果是不能夠被倒轉乾坤或者究極獸選中，那就是成功的。那麼此時拿到的武器就是一個無限耐久的 bug 武器了。然後我們把這個武器丟在旁邊備用啊。接下來我們開始進行第二把武器的虛化裝備操作，都是重複的動作啊，這裡不再贅述。第二把完畢之後呢，一樣放在旁邊備用。那接下來就是一直重複前面的動作了，直到虛化夠14把。但是考慮到中間可能有損耗，例如米涅的糾纏失敗，或者是武器被吞噬。那接下來講一下解決方案啊。以我這個為例，那我現在已經打造了10把虛化裝備了，但是由於中間武器被吞噬，或者是米涅的糾纏失敗，浪費了4把，因此呢，我們還需要現場再複製幾把。我們只需要空手撿起任意一個虛化好的裝備，使其自動裝備上，然後靠牆。調出技能輪盤，把光標調到地圖上，鬆手後立即按住十字鍵右鍵丟棄當前武器，然後再鬆手並快速按住十字鍵右鍵切換另外一把武器，鬆手後進入背包丟棄該裝備。此時你將看到背包裡多了一把武器啊，我們直接刪除餘料就可以了。然後呢，我們再丟棄武器，使得原本的虛化裝備掉出來。我們先撿起虛化裝備，使其自動裝備上，然後再撿起另外一把武器，然後我們再重複剛剛的動作，就可以繼續複製了。這裡還有個細節，如果是你在按地圖的時候手滑了也不要緊，此時如果虛化裝備已經丟棄失敗隱藏，只需要任意裝備其他武器，然後再丟棄失敗，再取出就可以拿回虛化裝備重試了。那武器複製夠之後呢，我們直接繼續找米涅的糾纏，然後繼續進行虛化裝備的操作就可以了。那當我們準備好14把虛化裝備之後呢，接下來就簡單多了，我們只需要把這些武器同時堆積在林克手上就可以了。我們在空手狀態下撿取一個虛化裝備，使其自動裝備上，然後靠牆並將武器拿在手上，然後按十字鍵右鍵丟棄失敗，然後切換另外一個裝備再丟棄失敗。OK， 第一把堆疊成功，然後取消裝備，撿取第二把，使其自動裝備上。繼續靠牆拿在手上，丟棄失敗，然後切換另外一個裝備，再丟棄失敗。OK， 第二把也堆疊成功，然後第三把，如此反復。那這個地方沒有任何難度啊，玩家只需要慢慢操作就可以了，非常簡單。那當全部14把武器堆疊成功之後呢，此時的林克就是無敵狀態了啊。接下來我們可以選擇傳送，也可以選擇獨擋啊。那這個狀態是可以繼承的。那我們打怪試試看啊。這裡由於我們使用的是穀類餘料，因此呢可以疊加幽靈套和3攻料理同時使用。手持武器可以選擇任意的武器啊，建議使用 MSC 大師劍作為手持。可以看到打怪都是秒殺。那因為雙手劍虛化裝備疊加莫爾德拉基和惡骨，單把的傷害它面板顯示的是162點，但是再疊加1耐久的刀刀暴擊和惡靈套以及3攻料理，最後再算上 1.05 的近微係數，它的總傷害就是162乘2乘 1.5 乘 1.8 乘 1.05 等於 918.54 點。由於我們疊加了14把，所以總傷害就是 918.54乘14等於 12859.56。再加上手持 MSG 的攻擊傷害，那麼它的總傷害就是13247.56，1萬多點傷害，沒有任何怪物和 BOSS 能扛住這一刀，非常誇張，非常變態，非常牛逼。那這個攻擊力連外掛都不敢這麼設計啊，可以說這是整個系列遊戲裡最高傷害的武器了。不過也有玩家可能會說呢，都這樣了，這遊戲還有什麼好玩的呢？那其實卡 bug 的樂趣從來都不在結果啊，而是整個過程。你需要去理解機制，反覆嘗試，不斷調整節奏，最後成功的那一刻，那才是最爽的。尤其是這種繁瑣的 bug，能成功對得這個數值，成就感其實遠比打 BOSS 還要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視頻的全部內容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，感謝大家觀看。